男孩在打猎时遇见了一件可怕的事，眼前突然窜出一头巨大的雄狮。察觉到危险的他迅速把弟弟拉到身后。面对这样的巨型猛兽，他明白就算开枪也难以致命。于是男孩做出了个令人意外的举动，只见他竟然主动地放下了猎枪，想用行动向狮王表示善意。出乎意料的是，狮子狰狞的面容竟慢慢缓和，但突如其来的枪声却打破了这份平静。开枪的正是男孩的父亲，可他判断失误了。狮子怒吼着扑向少年，利齿深深咬入骨骼。父亲疯狂开枪试图阻止，却没能拦住狮子将孩子叼走。他原本认定儿子必死无疑，但命运齿轮却在悄然地转动。狮子的血液滴入他的伤口，仿佛开启了某种神秘序列。他们的基因产生了微妙反应，狮子似乎察觉到了这个变化，他扔下猎物转身离开。男孩就这样神奇般的活了下来，但父亲对他能侥幸生还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作为黑帮大佬的他不能接受儿子懦弱的表现，他期望儿子像狼一样凶狠，并告诫他强者生存的道理。父亲想让他继承自己的事业，这种管教令男孩内心十分煎熬。面对残暴的父亲，男孩却不敢反抗，但当看到那头雄狮的标本时，就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了。He should have killed you! What's going on with you? 男孩将自己关在房间，他下定决心绝不会成为父亲那样的恶魔。不久前，母亲不堪家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愤怒与对这个家的绝望交织在一起，他决心永远的逃离这里。临走前，他取出了一张神秘的卡牌，这对他似乎有着重大的意义。就在他谨慎地爬上屋顶时，脚下的瓦片突然碎裂，原以为会狠狠地摔在地上，结果却是无比轻巧的安全落地。男孩难以相信眼前的一切，但此刻无暇思考。他几经周折来到母亲的故乡，那是俄罗斯远东的广阔草原之中。正当他沉醉于自然美景时，却突然听到一阵可怕的声响。男孩惊恐地回头，只见地平线上烟尘滚滚，成群的野牛正朝他狂奔而来。面对这汹涌的牛群，就算是最强壮的狮子也只能躲避。可一时之间，他已无处藏身，只能捂住耳朵听天由命。但奇怪的是，牛群却都绕开了他，纷纷从他两侧跑过。等他回过神，才发现牛群首领正护着他。等待所有野牛跑远后，这头牛王才放心离开。这时少年才明白，他不仅能与野兽交流，身体机能也远超常人。只见他稍一用力，箭羽就能飞出百米，速度更是堪比猎豹，转眼就能追上奔跑的驯鹿，而爆发力更是惊人，轻轻一跃就能一飞冲天，听力也愈发敏锐，连峡谷里有多少水花泛起都能清晰分辨。突然枪声回荡在山谷，他迅速爬上参天大树，定睛一看，就发现了千米外的偷猎者。见此情形，克莱文怒火中烧，立即冲了过去，眼前只剩下已被割去牛角的尸体。为了掩盖猎杀野牛的罪行，两名盗猎者威胁克莱文立即离开这里，但克莱文已怒不可遏，他抓起地上沾血的猎刀，闪电般刺死一名盗猎者，同时将另一人扑倒在地。克莱文将所有怒火倾泻在这人身上，直到力竭才停手。此刻克莱文不仅拥有狮王的力量，更继承了狮王守护领地的威严。自此克莱文担起守护草原的重任，与所有盗猎者结下了世仇。16年转瞬即逝，男孩已成为杀手界的传奇。这位漫威宇宙的超级反派，他的名号令人胆寒，凡是被他盯上的目标，无一例外都会成为他的猎物。为追捕名单上的罪犯，他不惜假扮囚犯潜入监狱，但刚进牢房就愣住了，因为他的室友也是个狠角色。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克莱文主动打起了赌，声称3天内他必能出狱，超时1分钟就任其处置。狱友将信将疑，但仍露出玩味的笑容。第二天的放风时间，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手下找上门，扬言监狱里一切都归他们老大管，说着就要教训这个新人，却不知这次碰到了硬茬。克莱文稍微发力，便轻而易举地抬起两人。所幸警报及时响起，才避免了一场惨剧的发生。但事后他还是被带到了黑老大面前，克莱文却丝毫不慌，他心知肚明对方的底细，这本就是他此行的目的。趁他们松懈之际，克莱文突然出手，两个手下根本来不及反应，转眼间就被制服。黑老大这才察觉到危险，但为时已晚。巨大的动静引来了狱警，却被克莱文反手扔下了楼。他像壁虎一样在墙面游走，用蛮力硬生生撕开一条出路。刺耳的警报声响彻整个监狱，但克莱文的速度快得惊人，武器在他面前如同摆设。克莱文不到1分钟便成功越狱，等待他的却是更大的一场危机。狂躁的风雪顷刻间吞噬了他。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暴风雪里，克莱文很快失去了方向感。就在这危急时刻，他突然察觉到强烈的杀意，一头冰原狼赫然出现在眼前。但当克莱文发动心灵感应，狼王立即变得温顺。在狼王的引领下，克莱文顺利与接应人员会合。随后他抹去了身上的伪装纹身。当军方增援部队赶到时，只找到一具被狼群啃得面目全非的尸体。完成任务后，克莱文刚返回草原，就撞见一伙盗猎者正在猎杀野牛。他早已埋伏在车队的必经之路。这群小喽啰还想仗着人多势众，但他们严重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克莱文如同发狂的猛兽，转瞬间就干掉了一车敌人。皮卡车上的头目顿时慌了手脚，见势不妙，急忙驾车逃窜。但克莱文可没打算放过他们，暗中记下了对方的车牌。逃回基地的头目正向老板汇报，不料一支弩箭已对准了他。就这样，克莱文在猎杀名单上划去了他的名字，离开时还不忘随手关了门。他循着气味来到一位女士面前，取出那张珍藏多年的神秘卡片。劳拉这才恍然大悟，眼前之人正是当年的少年。原来当年克莱文遭狮王叼走时，劳拉正和父母在附近旅行。他随身携带的那张卡牌是临行前外婆占卜后所赠送的，据说具有逢凶化吉的神奇力量。外婆还给了他家族秘传的神秘药水，或许是命运的安排，劳拉恰巧遇见被狮王叼走的克莱文。狮子竟未再次伤害男孩，相反看到劳拉后，眼中竟流露出求助的神色。劳拉取出那瓶神奇药水，分别时将卡牌赠予了他，希望能为他带来好运。尽管医生全力救治，但因伤势过重，克莱文一度被宣告死亡。就在医生准备撤下仪器时，他却奇迹般的苏醒。为解开心中谜团，他追寻了整整16年，终于捕捉到恩人的气息。如今劳拉已是伦敦知名律师，但他的导师却在一次案件代理中遇害。克莱文告诉他已经为他报仇，凶手正是狱中那个恶徒。劳拉将信将疑地回家查证，确认黑老大已死在狱中。他再度寻访克莱文，虽然黑老大死有余辜，但劳拉不认同他的做法，更何况克莱文这是为了报恩，却不知黑老大的死讯已传入犀牛耳中。他曾是克莱文父亲麾下小兵，如今却野心膨胀，为扩张势力版图，他秘密会见黑老大的旧部，意图收归己用。然而面前这位斯斯文文的眼镜男很难与犀牛这个凶悍的绰号联系到一起。为震慑在场的众人，他断开了插在背包上的导管。只见他的手臂开始慢慢变异，手下在慌忙中连忙开枪，犀牛人中弹倒地。神奇的是，他却毫发无伤，弹了弹身上的灰尘，便重新站了起来。接着解开衬衫，从硬化皮肤中抠出了子弹头，直到重新接上导管，皮肤才慢慢恢复正常。面对如此恐怖的怪物，手下们只能乖乖臣服。大胡子约见了克莱文的父亲，假装惋惜他们老大的死亡，声称愿意提供庇护。实际上，汉斯更想收服他们为己用，但很快察觉到了不对劲。犀牛人派出的杀手突然出现，所幸汉斯早有防备，但他的小儿子吓得堵了起来。这让汉斯大失所望，他希望儿子能像个勇猛的战士，而非遇到危险就退缩。行动失败的消息传了回来，虽然怒火中烧，却也在意料之中，毕竟汉斯非泛泛之辈。手下还带了一张 U 盘，内容竟是克莱文越狱的录像，发现传奇猎人竟是汉斯之子。犀牛人大为震惊，如果他们父子联手，必将掀起腥风血雨。他派出一名神秘杀手，这人同样身怀异能，凡与之对视者皆会瞬间被其吹灭。克莱文尚未察觉危险的来临，还在为弟弟准备生日的惊喜。他徒手攀上摩天大楼，甩开了父亲的全部眼线之后，终于和弟弟相见。想起离家那晚，弟弟恳求和他一起离开，却遭到克莱文的拒绝。而这些年来，弟弟常常受到父亲的责骂，这令克莱文心怀愧疚。尽管父亲经常打击他的自信，但弟弟心底深处仍然渴望获得父亲的认可。而克莱文早已看穿父亲的本质，他劝弟弟远离那个名义上的父亲，因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话还没说完，父亲就突然赶来。为了不破坏弟弟的生日，他只能强颜欢笑。宴会散场后，克莱文只能独自到公园睡了一夜。第二天正要和弟弟道别，却见房间里凌乱不堪，弟弟早已不知所踪，只留下床单上斑斑的血迹。他冲向阳台，恰巧看见弟弟被押入车内。克莱文纵身一跃，这样的高度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但仍是迟了一步。绑匪早已消失于街尾，但克莱文并未放弃，他化身野兽般的速度一路狂追。眼见距离逐渐拉近，克莱文肌肉剧烈膨胀，他如一头蛮牛就撞向了汽车，随即飞身跃上车底，想要破窗救出弟弟。无奈车速过快，
克莱文闪避不及被甩了出去，绑匪将弟弟带到码头，然而克莱文仍未放弃，于是飞机起飞的刹那，他用网绳缠住机身，他扎起马步下压身体，企图阻止飞机升空。看见杀手亮出武器，他迅速固定网绳，敏捷的闪避子弹，捡起钢管飞身跃起，机枪手未及时反应就领了盒饭。而此时的飞机挣脱了束缚，克莱文最后关头只能牢牢抓住，但他在海面被拖行了数百米后，最终撞到浮标被甩了出去。他只能眼看着弟弟被抓走。克莱文重新寻找劳拉的帮助，希望借助他的关系网追踪绑匪的据点。虽然劳拉同意协助调查，但也需要一些时间。克莱文只好先求助于父亲，不料汉斯早已知情，并且绑匪还寄来了弟弟的断指，直接索要2000万赎金。这笔钱对父亲来说不值一提，但身为纽约黑帮教父，若他向敌人低头，也就间接宣告他的权威被践踏。即便满足绑匪要求，他断定对方不会放人。权衡再三后，他决定拒绝绑匪条件。克莱文最后的一丝希望，此刻也彻底破灭了。既然父亲要放弃儿子，克莱文只能独自去冒这个险。好在劳拉那边有了线索，他的朋友查到了绑匪的老巢。谁知劳拉刚离开，好友就遇到那个怪人，原来他早就已经被收买。但这叛徒没想到的是，任何一方在对待叛徒时都会表现出极度的厌恶。没想到绑匪基地竟藏在悬崖之上，但这难不倒克莱文。他像壁虎一样的攀爬，很快潜入了秘密基地。巡逻守卫刚现身就被暗器击中要害，他鬼魅般穿梭于敌人的身边，脚步轻的不发出任何声响。即便绑匪十分警惕，却仍然察觉不到一丝危险。但再强的猎手也有失误的时候，这也给身处的敌人拉响了警报。但他们却远远地高估了自己，片刻间枪声就戛然而止。带头的胡子男还想反抗，便被克莱文撞飞了出去。他刚要审问弟弟所在位置，却突然察觉危险逼近，一枚火箭炮急速呼啸而来，克莱文根本来不及闪避，与绑匪一同坠入深谷。爆炸引发了岩石崩塌，为了获取到弟弟的下落，他不得不以身体掩护对方。 How do you know my name? Who set me up? Who took my brother? The Rhino. He's killed us both now. 眼看城墙被再次炸开，克莱文来不及躲避，完全被掩埋于废墟之下。杀手之后找到了克莱文的尸体，正想拍照发给老板，可没想到克莱文竟出现在身后。两名杀手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匆匆地领了盒饭。与此同时，弟弟被带到了犀牛人面前，但却未打算取他的性命，反而生出了怜悯之心。他知道弟弟常年遭受着父亲的责骂，两人的经历极为相似。为说服弟弟能够合作，他便展现出了自己的秘密。他曾接受了极端的生物改造实验，所以才变成这般模样，同时还要忍受那噬骨的剧痛。虽然厌恶自己现在的模样，但却深刻明白这生存的法则，只有强者才能让人敬畏。他想让弟弟也接受这样的改造，用实力夺取父亲的黑帮帝国。可这时手下突然传来消息，有一名神秘人已经闯了进来，所有人都严阵以待，却没想到克莱文这么快找了过来。当电梯门打开的瞬间，竟发现是那个怪人。当他摘下眼镜的一刻，所有人都被拉入了幻境。他如幽灵般穿过走廊，径直地出现在弟弟面前。怪人警告犀牛人，在没抓住克莱文之前，不得伤了他的弟弟，因为他发现克莱文是一个完美的进化体，现在只有弟弟是他唯一的弱点。随后他从口袋中掏出一株植物，这是西伯利亚的一个罕见物种，克莱文的毒箭便取材于它。只要能找到这个植物的生长地，就能找到克莱文的踪迹。与此同时，克莱文担心劳拉的安全，带他前往西伯利亚的据点。整个房间布满了实验设备，陈列着各种珍贵药草。克莱文钻研这些植物，试图重现那瓶救命药剂，但劳拉也不清楚具体的配方，早已随外婆的去世而失传。另一边，怪人和犀牛人也追踪而来，还带着他们致命的毒药。这种毒药一旦进入人体，会引发内心最深的恐惧，导致器官快速衰竭，中毒者会在幻境中死亡。而追踪的队伍却遇到了意外，山林之中暗藏危险。突然，一只巨大的山猫袭击，又快速消失在丛林。弟弟也趁机逃进了森林之中，而派遣出的搜索小队纷纷落入了克莱文的陷阱。精心布置的狩猎即将开始。只见森林中克莱文如同幽灵，杀手来不及开枪就已经被杀，剩下的人惊慌失措，想逃却已经来不及了。犀牛人明白那些手下已无生还的可能，他马上调遣直升机实施无差别轰炸，但克莱文凭借速度优势轻松避开了所有飞来的炸弹。
正当他准备撤离，却猝不及防地中了毒箭的暗算。克莱文顿时感到天旋地转，身体不受控制地摇晃，一瞬间眼前出现无数的毒蜘蛛，他已坠入了可怕的幻境之中。怪人的低语萦绕在耳边，试图瓦解他最后的意志。虚实界限彻底模糊，他竭力反抗，但肢体却愈发沉重。趁间隙发起反击，却尽数击在幻象木桩之上，心理防线全面崩溃。当怪人正要痛下杀手之时，却被突如其来的飞剑正中眉心。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劳拉赶了过来，看着奄奄一息的克莱文，劳拉又再次拿出了一瓶神秘药水，克莱文也最终恢复了神智。I knew you had more of that. Well, forgive me for not trusting a lunatic with my family's deepest legacy. 与此同时，犀牛人接到小队的汇报，误以为克莱文已经死了，准备带着弟弟返回基地，可他却看到了可怕的一幕。只见成群的野牛奔腾而来，犀牛人明白没人能抵挡这样的冲击，他悄悄地断开了连接的导管，身体数秒内迅速硬化，车辆在牛群面前显得脆弱不堪。此刻克莱文也追击而来，犀牛人破门就跃上车顶，克莱文抢先发动攻击，一脚便把对方踹飞了几十米。失控的车辆即将撞来，犀牛人却没有闪躲之意。这强大冲击力也将克莱文甩飞，眼看犀牛人再次举起汽车，克莱文竟不退反进，凭借敏捷身法灵巧闪躲，转瞬间就来到了敌人面前。然而无论他如何攻击，却都无法伤到对方丝毫，反而还被犀牛人打出几十米。眼看克莱文被打得眼冒金星，还没等他站稳，犀牛人也开始反击，在拳拳到肉的重击下，克莱文也被打成了沙包。犀牛人仗着蛮横的冲劲儿，连人带车就撞飞了克莱文，直到将其压制身下，犀牛人才发出一声冷笑。不料克莱文再次跃起，却还是被犀牛人擒住。面对这压倒性的力量，克莱文毫无胜算。就在濒临窒息之时，却无意间发现了对方的弱点，克莱文用尽全力刺了进去，剧痛使得犀牛人不得不松手，但这样也彻底激怒了这头野兽。克莱文见状，赶紧拿出钢绳，凭借灵活的走位，将钢绳缠绕在了他的身上，接着全力抛向空中，钢绳的一端就拴在了野牛头上。经过牛群反复践踏之后，犀牛人早已奄奄一息，再也没有了那嚣张的气焰。但事情却远未结束。克莱文找到父亲，原来当初那段影像资料正是父亲发给犀牛人的。面对儿子的质问，父亲也并未隐瞒，他早就知道神秘猎人就是自己的儿子，于是便秘密联系上犀牛人，以弟弟为诱饵设局，借刀杀人，除掉他这个隐患。克莱文听后心灰意冷，但他却不会亲手杀掉自己的父亲。就在他离开之际，森林中突然听见棕熊的吼声，父亲慌忙拿起猎枪，却发现弹匣空空如也。随着克莱文松开的手掌，棕熊也猛然地袭来。1年之后，克莱文来参加弟弟的生日宴会，他发现弟弟已不是那个胆怯的少年，他早已全盘接手了父亲的产业，这让克莱文震惊不已。他不愿弟弟重走父亲的道路。等宴会结束后，想与弟弟谈谈，却看到了令他难以置信的一幕。原来弟弟竟暗中参与了博士的人体实验，这让克莱文难以接受。曾经懦弱胆怯的弟弟，竟是暗中策划了整个事件的棋手，就连克莱文也成为了他的棋子。这狡诈的伪装者已然成为了灾难的本身，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